光是去年1年，全球涌入 ETF 的资金就超过了数千亿美金。现在市面上的 ETF 规模已经到了10几兆美元的级别，这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现在满大街的人，无论是卖菜的阿姨，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甚至是你的邻居老王，都在做同一件事，买入 ETF 然后躺平。大家都觉得这是现代金融发明的金钟罩铁布衫，觉得只要买了大盘，买了科技股， ETF 就能跟住巴菲特一样每年稳赚不赔，对吧？如果你现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觉得 ETF 就是懒人投资神器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正站在一个巨大的碎钞机边缘，而且是你自己亲手按下了开关。这条片子很重要，我会把那些金融机构没告诉你，把你当韭菜割的真相全部撕开。最后我还会告诉你，在这个看似稳健的骗局里，真正的赚钱机会到底藏在哪个角落。不想当最后一个接盘侠的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好，我们来聊聊人性。为什么 ETF 现在这么火？说白了，不是因为你们变聪明了，而是因为你们懒，更是因为你们贪。别急住反驳我，我们扪心自问，当你买入一只标普500或者纳斯达克的 ETF 时，你心里的潜台词是什么？是不是我不想看财报，我不想研究公司，我只想把钱扔进去，然后10年后变百万富翁？这就是典型的巨婴心态。金融市场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鳄鱼潭，是零和博弈的战场。你凭什么觉得你穿住一条内裤进去，什么都不做就能抱住金条出来？我举个我身边真实的例子，我有个朋友，咱叫他老陈吧，典型中产，有点闲钱。前2年看科技股火，听网上所谓的大 V 说，买个股会死，买 ETF 永不沉没。他一听，哎呦，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？于是他把他准备换房子的首付全部梭哈进了一档科技类 ETF， 甚至是那种带杠杆的，心里想着科技是未来啊，怎么会跌？结果呢，市场一个回调，不需要股灾，就是一个正常的板块轮动，他的账户在2个月内缩水了 30%， 他慌了，彻底慌了，因为那是他要用的钱啊。 ETF 是不会归零，但你的心态会归零啊。当你看到账户每天几万几万的少，你还能坚持所谓的长期主义吗？最后老陈在最低点把筹码割肉卖了，发誓再也不碰股票。你看 ETF 本身没错，错的是你以为它没风险的那个贪念。很多人喜欢拿巴菲特那句普通人就该买指数基金当挡箭牌，但你们都断章取义了。这就像有人告诉你开车比走路快，于是你闭着眼睛跳上一辆法拉利踩死油门，结果撞墙了，你怪车不好。ETF 其实就像一个巨大的水果篮，以前你要自己去挑苹果挑梨，怕挑到烂的，现在商家帮你把一堆水果打包在一起卖给你，告诉你这里面肯定有好的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这个水果篮里 90% 都是烂苹果呢？或者这个篮子本身的价格已经被炒到了天价呢？现在的美股市场，尤其是科技巨头，权重高的吓人。你买的所谓分散风险的 ETF，其实本质上就集中在那几家公司身上，苹果打个喷嚏，你的 ETF 就得感冒，这叫哪门子的分散风险？而且最可怕的风险还不是跌，而是平庸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30岁，你把钱放进去，结果赶上了一个像2000年到2010年那样的失落10年，指数整整10年不涨不跌，你的青春没了，通膨把你的钱吃的只剩骨头，这时候你还能说 ETF 是没风险的吗？时间成本才是最大的风险。说到这，你可能想关视频了，觉得我在制造焦虑。错，我是要让你清醒，因为只有清醒的人才能在接下来的行情里赚大钱。未来的走势很明显，全球流动性在变， AI 的泡沫在挤压，但同时新的机会也在诞生。真正的赚钱机会不是傻傻的买入大盘然后祈祷，而是利用 ETF 的工具属性去做波段，去对冲。比如当所有人都疯狂涌入科技股 ETF 的时候，这就是你人性的贪婪指标爆表的时候。这时候聪明的钱在做什么？他们在买入反向 ETF， 或者转向那些被遗忘的防御性板块 ETF， 比如能源、公用事业。这种操作不需要你懂复杂的 K 线，只需要你懂一点点大众心理学。接下来的市场不再是单边上涨的傻瓜行情，而是猴市，上蹿下跳，这对死拿 ETF 的人是折磨，但对懂得利用波动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提款机。我最近就在观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资金正在从过热的半导体 ETF 中悄悄撤退，流向了一些跟实体经济复苏相关的冷门 ETF， 这就是信号，这就是我要带你们看到的事。你们一定要看懂这个是字，资金就像水，它永远往阻力最小、回报最高的地方流。
为什么我说半导体过热？你看那些科技 ETF 里面的龙头股本益比已经高到连外星人都看不懂了，这叫情绪溢价。而那些聪明的大资金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庄家或者是机构，他们最怕的就是在高位站岗。所以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高低切换。我最近盯着数据看，发现大量资金正在涌入一些你们平时看都不看一眼的领域，比如基础设施 ETF、传统能源设备 ETF， 甚至是大宗商品相关的生产商组合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全球都在讲再工业化，都要盖工厂，都要搞基础建设，这些是实打实的刚需，这就是实体经济复苏的底色。当你在为英伟达 NVIDIA 涨了 3% 而欢呼的时候，这些冷门 ETF 可能已经在过去3个月里悄悄爬升了 15%， 而且波动极小，睡觉都安稳，这就是赚认知差的钱。很多人买 ETF 是看过去谁涨得多，而高手买 ETF 是看未来谁最不可或缺。你想想，如果 AI 真的要落地，它需不需要大量的电力？需不需要无数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？这就是我说的赚钱机会，不要去挤那座已经快塌了的独木桥，去旁边看一看那些为桥提供钢筋水泥的公司，这才叫布局，这才叫看懂了事。但话说回来，就算我把这些机会摆在你面前，如果你心态不对，你照样赚不到钱，甚至会亏得更惨。为什么？因为绝大多数人一听到有机会，第一反应不是研究，而是加杠杆。现在市面上有一种 ETF， 听起来极其诱人，叫杠杆型 ETF 或者反向 ETF， 什么2倍做多纳斯达克，3倍做空半导体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爽？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既然我看好一个趋势，为什么不加3倍杠杆，赚它个财富自由？别傻了，这是华尔街专门为你们这种贪婪的小白设计的数学陷阱，也是合法的抢钱工具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来，我用小学数学给你算笔账，你不用拿计算机，听我讲就行。假设你买了一个3倍做多的 ETF， 基数是100块，今天市场跌了 10%， 你的 ETF 因为3倍杠杆，所以跌了 30%， 变成了70块，对吧？好，第二天市场反弹了 10%， 你以为你回本了吗？大错特错，市场涨 10%， 你的 ETF 涨 30%， 但请注意，这 30% 是在70块的基础上涨的，70乘以 1.3 等于多少？是91块，你看懂了吗？市场一跌一涨回到了原点，但你的钱却凭空蒸发了 9%， 这还只是2天的震荡，如果这种震荡持续1个月呢？这种现象有个专业名词叫波动率损耗，但我更愿意叫它钝刀割肉。我有个真实的粉丝案例，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，叫小张，非常聪明，对 AI 很有研究。他去年年初非常看好半导体，但他嫌普通的半导体 ETF 涨得慢，直接买了3倍做多的 Saxo， 结果呢？中间经历了几次剧烈的上下震荡，虽然到底半导体还是涨的，但他的账户却腰斩了。他跑来问我，姐，为什么我看对了方向，却亏光了钱？我看着他那张迷茫的脸，心里真的难受，因为没人告诉过他，这种 ETF 是拿来做短线博弈的，根本不是给你拿来存股的。你拿着这种带杠杆的炸弹当传家宝，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这就是人性的贪婪，你想快，你想一夜暴富，资本就利用这一点，用杠杆这个糖衣炮弹把你埋了。除了杠杆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坑，叫主题型 ETF。这几年你们肯定听过很多花哨的概念吧？元宇宙 ETF、大麻 ETF、太空探索 ETF、清洁能源 ETF。华尔街的精英们最擅长的就是讲故事，他们知道你们喜欢听故事，喜欢听下一个10年风口，于是他们把几个沾边的公司打包在一起，发行一个 ETF， 收你高昂的管理费。我不怕得罪人，我要直接说，这类主题型 ETF 90%都是在收割智商税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概念火到可以发行 ETF 的时候，通常已经是泡沫最大的时候了。你回想一下2年前的元宇宙，当时多少人冲进去买元宇宙 ETF， 现在呢？那些 ETF 的价格跌到连亲妈都不认识了，里面的成分股有些甚至都倒闭了。这些 ETF 的发行商才不在乎你赚不赚钱，他们只在乎这个概念够不够热，能不能把你口袋里的钱忽悠进来赚取管理费。这就像你去超市买水果，普通的苹果你不买，非要买那种包装的金光闪闪，号称是太空育种的苹果，结果咬一口全是虫眼。真正的投资是要看底层逻辑，而不是看包装纸。我常常说，买 ETF 如果你连它前10大持仓是哪几家公司都懒得看一眼，那你就是在赌博，而且是闭着眼睛赌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绝望，这也不能买，
那也不能买，这不是耍我吗？别急，我这是帮你在排雷。真正的机会往往藏在无聊和恐慌之中，你发现没有？当大家都在疯狂讨论某个板块的时候，通常就是该撤退的时候，而当大家都对某个领域避之不及的时候，机会就来了。这不仅仅是投资，这是人性，也是生活的哲学。就像你追女朋友，她众星捧月的时候你很难追，等她失恋了，落寞了，你的机会才最大，对不对？话糙理不糙。现在的市场，我看好那些被遗忘的、有现金流支撑的传统行业 ETF， 或者是那些在新兴市场里被错杀的国家 ETF。未来的一年不会是科技股一家独大的局面，资金会寻找性价比，会进行高低切换。这时候你的心态就至关重要了，你能不能忍受别人在 AI 上赚快钱的诱惑，坚守在你看好的低估值板块里？这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说，这不仅仅是讲财经，更是讲心理博弈。你要学会做一个冷血的猎人，而不是一只躁动的猴子。好，现在把你脑子里那些想一夜暴富的杂念清空，我们来谈谈怎么具体落地。很多人问我，姐，既然杠杆不能碰，主题不能信，那我手里的钱到底该往哪放？这里我要教你们一个我自己在用的核心卫星策略，听起来很专业是吧？其实说穿了就是吃饭理论。你想想，你每天吃饭，什么是必须吃的？是米饭、面条，这叫主食，能让你吃饱不饿死。那什么是让你爽的？是红烧肉、麻辣烫，这叫配菜。投资也一样，你的 ETF 组合里必须要有 60%到 70% 的钱放在那些无聊透顶但绝对稳健的宽基 ETF 里，比如标普500或者全美市场指数，这就是你的白米饭，它保证了不管市场怎么轮动，你都永远在桌上，永远不会被淘汰。这部分钱打死都不能动，这是你未来的养老钱，是你对抗通膨的底气。然后剩下的 30% 才是你的卫星，也就是那盘红烧肉，这部分钱你可以去搏一搏我看好的未来趋势，比如接下来我要说的重点，降息周期的红利。各位，现在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，也就是从加息周期转向降息周期的前夜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钱变便宜了。在这种时候，有一类被大家嫌弃了很久的资产正在悄悄筑底，那就是债券 ETF。 我知道你们不爱听债券，觉得它涨得慢没劲，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在降息周期开始后的12到24个月里，长久期美债的爆发力甚至不输给股票，而且风险更低。这就是聪明钱在布局的地方。你不要只盯着英伟达看，你要看看那些被错杀的资产。还有，别把鸡蛋全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，世界很大。接下来几年，我会非常关注那些人口结构年轻，正在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新兴市场，比如东南亚或者印度的 ETF， 那里就像20年前的中国，充满了混乱，但也充满了机会。当然，这属于那 30% 的卫星部分，是用来进攻的，要有亏损的心理准备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我什么时候买呢？现在买还是等回调买？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、最笨但最有效的指标，别去学什么 MACD、KDJ 金叉死叉，那些指标等你学会了，庄家早就把你割完了。你只需要看一条线，200天移动平均线，也就是年线。你把 K 线图打开，调出这条线，只要指数价格在这条线之上，说明市场是健康的，你就安心持有，甚至可以逢低加仓。一旦价格有效跌破这条线，并且这条线开始拐头向下，那就是市场在对你亮红灯。这时候别谈什么信仰、减仓、防守，现金为王，就这么简单一条线，能帮你躲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，能帮你躲过2008年金融海啸的主跌浪。这不是预测未来，这是敬畏趋势。很多小白之所以亏钱，就是因为在均线之下还在疯狂抄底，结果抄在了半山腰。记住，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谈未来。很多人问我，2026年了， AI 晶片都炒了2-3年了，现在进场是不是只能当接盘侠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还在盯着那些过气的科技权重 ETF， 那你确实是去送人头的。现在的资金流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电力变得越来越贵，数据中心盖到哪里，哪里的电网就瘫痪。这就是我看到的事。聪明的资金现在根本不在乎谁的显卡卖得好，他们在疯狂布局电力基建 ETF 和核能专题 ETF。你想想 ，AI 的终点是电力，没有电，再强的算力也是一堆废铁。这就是实体经济复苏与科技交织出的新机会。这种冷门 ETF 以前没人看，现在却是那些大基金的避风港。这就是我说的高低切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看冷门的地方，
因为那里才有还没被透支的红利。再来说说接下来2-3年的大趋势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碎裂化的世界，以前那种全球化一条心的时代回不去了，这对投资有什么影响？这意味着你买全球型 ETF 可能再也赚不到大钱了，因为各个国家的表现会极端分化，未来的赢家是那些能守住自己产业链的国家，所以我现在非常看好特定区域防御型 ETF， 比如北欧的一些高分红组合，或者是东南亚那几个正在接收工厂转移的国家。这不是在跟你讲政治，这是在跟你讲钱的流向。未来2年，利率可能不会回到当年的零利率时代，这意味着那些靠借钱过日子的僵尸企业会成批倒闭。如果你买的 ETF 里面全是这种公司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所以我建议，现在开始，你的组合里一定要有10%的实物资产 ETF， 比如黄金或者是稀有资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不确定的年代，唯有看得见、摸得住的东西，才能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守住家底。说实话，看住这些趋势，我心里其实挺感慨的。很多人之所以穷，不是因为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眼睛永远盯着昨天长得好的东西。人性就是这样，看到别人在科技股上赚了钱，心里那个贪婪就火烧火燎的，非要冲进去分一杯羹，结果刚进去就被关门打狗。投资最难的不是选股，而是克制住去追高那些明星股的冲动，去布局那些现在看起来有点寂寞，但未来2年会让你笑出声来的领域。这条路很孤独，但财富永远是少数人的游戏。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，还在想着等回调再买，那我告诉你，等你看清楚了，机会早就变成了风险。现在就是你重新审视账户结构，把那些垃圾主题 ETF 换成未来刚需的最后窗口期。这条视频，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讲这么多？因为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错误的投资观念而分崩离析。ETF 是好工具，但它不是神药，它救不了贪婪的心。真正的投资其实是非常枯燥的，是反人性的。当你身边的人都在讨论股票的时候，你应该感到恐惧；当你身边的人都绝望离场的时候，你应该感到兴奋。这道理谁都懂，但能做到的没几个。我希望这条视频能成为你在这个喧嚣市场里的一根定海神针。最后，我要郑重声明，以上我说的所有内容，包括提到的板块、策略，全部都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和市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。你的钱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下单之前，请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，风险自负，赚了钱不用分给我，亏了钱也别来怪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，哪怕只是改变了你一个小小的决定，我就觉得值了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市场永远有机会，别急于一时。如果你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让我继续陪你一起看清这个复杂的金融世界，请一定要点击关注，最好把小铃铛打开，这样我一旦发现新的市场异动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还有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这条视频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或者想听我分析具体哪一支 ETF，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